暗幕闭关月，魑魅惑人间。空前决战，生死一瞬。当黑暗席卷重来，当怪物巍然伫立，那些勇者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又将把世界的命运推向何方？大家好，我是卓尔本。海贼王1008话，头山盗贼团栋梁阿修罗童子已经更新。本话的主角是那个男人，玉田大人。小小宝物间内洋溢着重逢的喜悦。关月玉田安抚着一众家臣，解释说自己是依靠阿史的能力穿越而来，但这件事说来话长，留待以后详谈。武士们喜极而泣，石夫人确实有这样神奇的力量，这并不是梦境啊！没时间庆祝重逢了，快走吧，去找那个我当年没能讨伐成功的凯多。玉田转身就要出门，赤鞘们纷纷响应，准备再一次追随主君奋战。你们等一下，他绝对是冒牌货！阿修罗童子突然厉声劝阻众人。警卫们看着眼前活生生的玉田，一时木然。雷战提醒他，石夫人曾经说过，人是绝对无法回到过去的，时间果实的力量只能飞向未来，但玉田那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无论如何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警卫们痛哭着不愿接受，一把利刃已悄悄来到身后。情急之下，阿修罗童子只能一拳将他打翻，试图用痛楚来让这位伙伴清醒，然后反手一剑斩向关月玉田。利刃划破脸颊，深深削下一片，却没有半丝血迹。警告是对的，小菊却惊呼出来。只见关月玉田狞笑着，手中佩剑已刺穿阿修罗童子的胸膛。这下，终于真相大白了。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，武士们幡然醒悟。阿修罗童子饱含热泪，谁又不希望那是真正的玉田大人呢？但他终究是回不来了。这卑鄙的伎俩到底是谁？他的言行举止简直和玉田大人一模一样。要说能够完全展现那副姿态的，也就只有同盟的那个人了。答案在所有人心中呼之欲出。看史郎身份被揭穿，贾玉田却愈发癫狂，说什么蠢话，我就是玉田啊！虽然声音不一样，但那狰狞笑声毫无疑问就是那个叛徒。小菊跪倒在阿修罗童子身旁，自责自己没能斩杀看史郎，疑惑至今。重伤的阿修罗童子安慰小菊，感叹道，刀刃在向着伙伴时就会变钝，结果还是变成了一场苦战。赤鞘们纷纷拿起兵刃攻向贾玉田，并在屋内四处搜寻看史郎本体，但看史郎却让众人不要白费力气了。他正在远处控制着这幅画作，为此还消耗了不少体力。我也身负重伤了，大概会在此战中死去吧。贾玉田突然冷笑起来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会以黑炭看史郎之名将关月家的心脏刺死，一语惊醒赤鞘们。桃之助大人有危险。联想到刚刚屋内不知道从何处传来的声音，说桃之助大人和女忍者在一起，看史郎很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情报。贾玉田突然拿出火柴，点燃了早已绑在胸前的炸药，又一次向武士们发起猛攻，准备拖住众人，直至爆炸将屋内一切毁灭。情况万分凶险，阿修罗童子强忍剧痛，一跃而起抱住玉田，凭着一身怪力将他推向窗外。哪怕贾玉田双刀一起刺入他的身躯，阿修罗童子也毫不松手。别再玷污关月玉田之名了！只听见一声巨响，宝物间外地动山摇，巨大爆炸腾空而起，冲击将半座阁楼夷平。阿修罗童子的牺牲换来了同伴们的性命，赤鞘众人被爆炸震飞，所幸没有受伤。警卫们迅速爬起，望向屋外那一地狼藉。浓烟渐渐散去，那个男人与他的佩剑静静地躺在焦土中。武士们悲愤莫名，警卫们拔出利刃，嘶吼着杀向看史郎所在。而此时那个罪魁祸首已经回到了战场，一边扮作关月，一边毁灭关月，这才叫最精彩的终章啊！黑炭看史郎将自己的人生视作绝妙舞台，准备上演最后的疯狂。警卫们等人刚刚冲出宝物间，就被拦住去路。巨大门马下，杰克出现了。古代种的惊人恢复力超出了武士们的想象，甚至连折断的象牙也被重新缝了起来。猫蝮蛇惊诧间，突然看到了巨象脚下瘫倒着多名毛皮族人，这些勇士为了保护国王，与杰克殊死搏斗。老猫、雷藏，你们先走。全狼缓步上前，杰克盯着这个遍体鳞伤的白昼之王，杀心渐起。你我都受了伤，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吧？这位国王为了不让更多牺牲者出现，已决定独自留下对战杰克。赤鞘们越过门马向身躯，继续前进。这里可不会出现月亮，也不会有毒气，你我都做好觉悟吧。与此同时，一场大火正在从城堡深处急速蔓延，海贼们惊慌失措，四散逃窜。火光中映照出一张狰狞面孔，正在咒骂着凯多：“你竟敢背叛我，给我烧个一干二净！”竟是那个已经被凯多砍下首级的黑炭大蛇，正带着福禄兽在城堡内四处放火，清洗白昼海贼团的手下们。在空中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，去死吧！给我杀光，让他们后悔去吧！大蛇狂笑着，打算用火海吞噬整座岛屿。另一边，大和等人也正在往城堡深处跑去。桃之助变回人形，重新躲进了大和的腰间，并为刚才的冒失道歉。
当初遇到路飞那会儿，他每次感到恐惧或者悲伤，就会不自觉地变成龙，但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控制自己了。大河对这股能力感到十分惊讶，毕竟和父亲实在是太像了。桃之助却很希望能够变成像凯多那样的怪物，至少还能帮上大家的忙。说到这里，大河心潮澎湃，战意翻涌。路飞，你没事吧？我也想以御田之名去打倒凯多啊！桃之助喃喃说道。路飞已经非常虚弱了，但不知道为何他还是很有精神。小忍听完松了一口气，转念一想，不对，桃之助大人是怎么知道的？然而连桃之助自己也没有发觉，他身上某种神秘的力量正在悄悄苏醒。此时的鬼之岛屋顶，巅峰对决震天撼地，只听见那个男人一声惨叫，路飞被怪力击飞，重重砸无山壁。面对那怪物般的2名海上皇帝，罪恶烈士代们拼尽浑身解数，却似乎毫无效果。怎么才能打赢啊？索隆显露疲态，基德舍下瓷器魔人，左手金属重拳，右手钢铁剑炮，与基拉联手猛攻，却好像根本不起作用。罗站在远处，密切注视着战场。路飞的体力消耗极大，脾气却丝毫不减。刚从地上爬起，又准备发起攻势，绝对有用的。打了半天，怎么可能一点用都没有？他不也是人类吗？路飞气势如虹，再次冲向凯多，很快又被打了回来。索隆无奈地摇头，先想清楚再往里面冲啊！面对这种级别的对手，居然还能说出也是人类这种话，基拉不禁对路飞刮目相看。但接二连三的挫败却没有将那个男人压垮，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认输，所以叫你先想办法啊！看来这个船长是掰不过来了。特拉法尔加罗率先提议，必须设法将其中一个人引开才行。索隆表示赞同，基德也认可了这个方案。毕竟看这两人肩并肩的样子，仿佛这里就是地狱啊！只见战场另一头，2名大海王者伫立于烈火之中，前所未有的压迫感摄人心魄，震颤天地。一个是生杀予夺，万国托特兰的灵魂女王，左手金步巨刃，右手万丈雷霆，脚踩无穷怒火，邪魅之气不寒而栗。另一个是百战不死，海陆空最强生物的百兽之王，身披战青龙鳞，四肢蜕变龙爪，头顶四方龙角，背负强劲龙尾。这即是凯多最强形态青龙人兽形。38年前洛克斯海贼团那威震大海的恶名，终于在今天重现。路飞盯着2名四皇，却毫无惬意。地狱的话，我都不知道去过多少回了，看来我占优势了。凯多看着这个小鬼，风血沸腾。草帽，你小子的眼神，无论何时都是不会熄灭啊！真正的二战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08话的全部内容啦。本话揭晓了多个伏笔，又顺便埋下了不少新坑。首先，上一话备受热议的真假御田之谜，虽然大家猜测了多种可能性，但尾田最终选择了比较保守也比较容易解释的一个结果。这一战再次激化观月家与黑炭家的矛盾。不得不说，勘十郎这个能力真的是太优秀了，果然是黑化强3倍。同为黑炭一族，将军大蛇死而复生也在意料之中，毕竟他背负了那么多罪孽，可不能轻易放过。八岐大蛇向他以血厚命多著称，也有当年砍大蛇丸还花了好一会呢。桃之助本话中觉醒了某个能力，效果近似于剑纹色，但可能实际力量远超剑纹色。之前与佐屋相主的联动，已经暗示了他身上某种特殊能力。虽然他也有很多罪孽，但显然他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。最后聊聊凯多，本话中也终于曝光了人兽形态的真面目，与罗布路奇的人兽形态有许多共通点，例如体型都比较精瘦，看起来更加干练强劲，同时保留了兽形的特征，龙的各部位特点都得到体现，并且可以手持武器，保留了雷鸣八卦这样的杀招。应该说，这就是凯多最强形态了。罗的策略能否生效？这场战争又会如何发展？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吧。我是朱来本，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下周不休刊，我们下期见。